娜娜和思婉的童年往事终于浮出水面。原来两人的关系并非简简单单的朋友关系，在昏暗到无法见到一丝光亮的绝望中，娜娜成为了思婉唯一的救赎。不久前，在娜娜的追问之下，思婉心有余悸地逃回了宿舍。慌张的她甚至未察觉到房间里还有其他人。伊芙坐在床上嬉笑着向思婉打招呼。第一次见到思婉如此落寞，她情不自禁地挑逗了一番。她示意思婉桌子上有她要的东西。伊芙以住校为借口，告诉思婉以后无法再帮她搜集消息。思婉本来并不太在意，可看到东西后，她却一时不知所措。明明她要的是与娜娜有关的东西，伊芙却给她拍了一张黄毛小狗的照片，还说这只狗的名字就叫娜娜。眼见思婉怒不可遏的模样，伊芙赶紧来到窗边，准备溜之大吉。临行前，她嘱咐思婉不要再过多牵挂娜娜，毕竟布兰奇家族的人都缺乏情感。虽然你们外表看起来像是天使，但内心却异常阴暗，谁也不知道你在策划些什么坏主意，所以麻烦你离我们家娜娜远一点。闻及此言，思婉不禁浑身一颤。你又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面对思婉的问题，伊芙表情看似无奈，实则心中却充满了狂喜，打算好好炫耀。他自豪地宣称自己就是娜娜最英俊迷人的哥哥。面对伊芙的装逼，思婉沉默不语，毫无丝毫反应，轻轻拿起一本书，将伊芙从窗户打出去。赶走伊芙后，思婉瘫坐在床上。虽然他表面装作不在乎伊芙的话，但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正如伊芙所说，布兰奇家族历代都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这要归功于他们家族对继承人残酷的训练方式。为了能够拥有强大的治愈能力，继承者每天都要忍受地狱般的煎熬，只有不断承受折磨，才能突破先天治愈力的极限。这种残酷的训练导致继承人对所有人都心存仇恨，因此布兰奇家族有一个传统，就是继承人在被授予爵位时，需要亲手杀死前任公爵。在思婉看来，长期遭受这种折磨，能保持精神正常才是不可思议。他曾经时刻梦想着能亲手除掉公爵，也许是幸运降临，或是早有注定。如今的他对此已毫无兴趣，毕竟一切都源自父亲，才让他有机会结识娜娜。7年前，从未与他交谈过的布兰奇公爵突然带他前往维斯特家，侍从告知斯威夫公爵会议结束后前来接他。斯婉强忍受疼痛，对父亲带他来的目的感到困惑，但无论如何都比被禁锢起来要强。之后，斯婉来到练武场磨练剑术，将憎恶转化为力量，设想每一次攻击都落在折磨自己的人身上。突然，旁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一个金发小屁孩正在向另一个孩子讲解关于空间移动魔法的相关知识。斯婉将两人视为维斯特家族的子嗣，转身专心致志地进行自己的训练。这时候，娜娜和赫斯也注意到了斯婉。娜娜小声说，他应该是布兰奇公爵的儿子。想起父亲曾说要与公爵家的公子和睦相处，出于礼貌，娜娜决定与对方打个招呼。两人一边靠近斯婉，一边说着你好。斯婉却装作没听见一样，仍然敲着木桩。娜娜只好先自我介绍，然后再介绍赫斯。没想到斯婉敲得更厉害了，似乎下定决心不理会两人。赫斯见状劝娜娜让他自己待着，他们两个去旁边玩。于是娜娜拉着赫斯在地上解释魔法阵，虽然完全听不懂，但赫斯还是夸奖娜娜聪明。斯婉好奇地打量着两人，发现他们自顾自玩得很开心，他感到愤怒，觉得其他人都过得那么轻松，为何他要无缘无故承受那些折磨？由于魔力涣散，斯婉的治愈魔法无法持续，他身上不断渗出鲜血。偏偏这一幕正巧被娜娜撞见，他急忙赶上前去查看情况，发现斯婉受伤后，娜娜劝他不要再继续练剑。就在那时，斯婉说出了对娜娜的第一句话，也是让他懊悔终身的话：给我滚开！声嘶力竭的咆哮下的娜娜不敢出声。后来每次去维斯特家，公爵都让斯婉做好准备，斯婉万般不愿，因为即使去了，他也会被抛到练武场去练剑。公爵无奈地叹了口气，命令他即使不愿意也必须去，因为我乐意。如果你不愿听家主的话，就尽快继承爵位。斯婉顿时无言以对。就这样，他又一次孤独地被扔在了练武场。斯婉严重怀疑公爵是不是在对他进行服从性测试。然而相比公爵，更令他困惑的是娜娜。每次他来，对方都会刻意来找他，要么是约他玩，要么就是给他吃点饼干，或者是自不量力地与他切磋武艺。实际上娜娜也对他感到厌烦，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善待客人。然而斯婉已经厌倦了这个无论如何发脾气都要来找他的小孩。直到某一天，斯婉对娜娜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一天，斯婉的状况比往常更加糟糕，因为训练的强度日益增加，他无法完全掌控体内的魔力。就在他想要好好休息的时候，娜娜又来找他了。斯婉顿时像只炸毛的猫，向娜娜投去敌意的目光。赫斯顿被斯温吓得躲在娜娜身后，他不想让娜娜再和这个凶巴巴的人说话。于是娜娜决定今天向赫斯展示她的瞬移魔法。在娜娜绘制魔法阵的过程中，斯婉坐在长椅上歇息，看着两人在一旁欢快嬉戏。斯婉的心情愈发烦躁，她的脸上不禁流出冷汗，因无法集中魔力治愈伤口，血液渐渐从绷带渗出。就在这时，娜娜突然施展瞬移魔法，出现在斯婉的面前。她正在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却看到了斯婉被鲜血染红的绷带。娜娜随即在包里搜寻起来，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插手，但你的伤口比平时还要严重。娜娜将纱布放在斯婉身旁，叮嘱她涂完药并换上新的纱布。你也不想一直忍受着回家吧？娜娜正要离开，身后的斯婉却对她发出警告，威胁道：要是你敢泄露这件事，我就弄死你。娜娜下意识地扭过头，看到斯婉眼神锐利，如同一把利刃。晚上回家后，斯婉像往常一样进行着训练。过了许久，侍从终于结束了对斯婉的折磨。随着房门渐渐关闭，斯婉的目光也变得更加冰冷，因为今天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所以感受到的疼痛也比往常更加明显。斯婉紧紧抱住自己，
竭尽所能施展治愈魔法。突然，他的目光变得空洞，他想到一死了之，去世后不再忍受痛苦，或许会享受舒适安宁的生活。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眼前掠过，以为有入侵者，思婉立刻警惕起来。他举起碎裂的盘子，准备向对方的脖子上划去。娜娜转过头，尴尬地向思婉打招呼说：“你好。”经过解释后得知，他的瞬间移动魔法又出现了故障，现在魔力耗尽的他无法再次使用瞬间移动。思婉也没有力气把娜娜赶走，干脆让她留在这里随意安排。眼看思婉的状况比平日里更加糟糕，娜娜劝她去床上休息，她却说没力气，并且不需要你操心。娜娜也不想再操心了，但她感觉思婉随时都有可能昏倒，于是她抓住思婉的衣服，把她拖到床上，顺带为她换上了清洁的纱布。看到那些可怕的伤口，娜娜不禁呕吐了出来，然后她拿了块抹布擦地板，口中解释说是晚饭吃的不好。看到娜娜一副随时要吐的模样，思婉扔给她一颗魔法宝石，让她赶紧使用，然后回家。如果你再敢进入我的房间，我就撕碎你。她相信这样完美的威胁一定会让娜娜望而却步。然而没过多久，娜娜又出现在门口，还带着一大堆魔法道具。娜娜与思婉的童年往事终于揭开面纱，在永无止境的苦难囹圄中，娜娜成为了思婉唯一的救赎。自娜娜第一次瞬间传送到思婉家后，思婉警告说下次再来就要撕碎她。谁知隔天，娜娜就带着一堆魔法道具找上门来。看她一脸得意的表情，思婉万般无语。难道你以为仅凭这些我就束手无策吗？娜娜根本无视思婉的警告。你饿了吗？我带了点零食。见娜娜不把自己放在心上，思婉气得咬牙切齿。她大声呼喊，冲向娜娜，却被娜娜灵巧的闪开，轻松躲过。反而是思婉摔了个大跟头。由于刚刚接受完训练，思婉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而这时娜娜竟然毫无怨恨的向她伸出援手，她笑容灿烂的将思婉从地上扶起。更换好纱布后，我们在一起玩吧。自那个夜晚以后，娜娜经常会跑到思婉的房间。一开始思婉也感到厌烦，但娜娜每次都会给她带甜食，然后亲自喂她吃，还会帮她更换崭新的纱布，并将她安置到床上。在娜娜悉心照料下，思婉的治愈能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如今微小的伤口只需一瞬间就能完全愈合。正巧这时，娜娜瞬间出现在了思婉的房间，两人轻轻问候了一下，随即思婉主动伸出手，反正胳膊怎么扭都拧不过大腿，需要更换纱布时请赶快更换。娜娜对她的妥协感到满意。在更换纱布的时候，娜娜发现思婉的伤口没有像以前那样严重，看起来是她的照料导致思婉的治愈力有所提升。突然思婉的提问让她感到一愣，你是不是因为喜欢装出善良的缘故才来照顾我？娜娜毫不犹豫地否认了这个答案。然而思婉仍旧想追根究底，娜娜干脆不理睬她的问题，刷刷3-2下为思婉换上纱布，随后又拿出家里带来的小零食，最后取出消遣用的象棋盘，现在可以尽情享受玩耍的乐趣了。用这样低劣的方式转移话题，思婉简直无法忍受。于是娜娜随意找了个借口，她的下棋技艺无与伦比，所以只是想找到一个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思婉一声大喊打断了她的废话。娜娜被吓了一跳，老老实实的解释道，她心里觉得孤独的人被困在房间里很可怜，生病时有人陪伴会比较好，而且她也无法忍受小孩受伤难过。思婉有些莫名其妙，你把粉毛女朋友当妹妹照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何况你也只不过是个小毛孩，装什么成熟呢？听到娜娜的解释，思婉顿时感到乏味无趣。所以你每天来探望我，无非是出于同情心。尽管娜娜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汇，但事实又确实如思婉所说。为了避免尴尬的气氛，娜娜立即要求思婉在棋盘上与她决一死战。随着象棋决出胜负，思婉发出一声笑声，明明每天都在失败，却仍然大言不惭。娜娜气得掀掉棋盘，辩解自己并没有输。时间不早了，娜娜准备使用传送魔法离开。思婉静静地看着，没有挽留的意思。突然她嘱咐娜娜，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按时而不是提前。娜娜点头表示同意。那朋友明日相见。思婉对朋友这个词很不感兴趣。娜娜表示每天都一同玩，了解彼此的秘密就是真正的朋友。思婉喝了一口茶，然后进行反驳，我从未意识到你有何秘密。娜娜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一个，其实我是位女生。闻听此言，思婉没忍住差点把茶水喷洒出来，她的思绪一片混乱。在她看来，除了那个变态的父亲，凡是拥有长发的都是女性，短头发的就是男生。整理心绪后，她平静下来，只要知道娜娜是女生，我是男生就足够了。不知不觉间，思婉向娜娜敞开了心扉，也多亏了娜娜的陪伴，她才能在残酷的折磨中坚持下来。当时她甚至觉得自己能承受任何痛苦，然而现实与幻想却大相径庭。那天娜娜像往常一样瞬间出现在思婉的房间里，结果竟然看到她痛苦的匍匐在地上。娜娜急忙上前询问思婉的情况，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思婉受伤如此严重，随即便看到思婉泪流满面，声音颤抖地喃喃着，为何我必须忍受这些折磨？我要消灭他们。话音刚落，思婉就在娜娜面前突然倒地昏倒过去。等思婉清醒过来，刚睁开眼睛，就看到娜娜坐在自己的床边，她挺身而起，想要查看自己的伤情。本以为会留下许多伤痕，结果却出奇的干净。尽管娜娜协助处理了伤口，也不应该什么事都没有才对。突然她注意到娜娜肩膀上的伤痕，面对思婉的询问，娜娜有些不自在，从她的反应中推测到是自己造成的。她伸出手准备为娜娜进行治疗，可娜娜被她的举动吓了一大跳，她一巴掌将思婉的手推开，表示自己不需治愈魔法。话音刚落，思婉心中顿时一震，娜娜难道领悟了治愈魔法的真谛？顿时一段记忆涌上心头。在昏迷前，她情绪激动地向娜娜倾诉了心事，她怨恨自己如同垃圾桶般承载了他人的痛楚，
既然谁都漠视他的生死，他又凭什么要成为别人的替罪羊？他发誓要让那些人体会受到虐待时的痛苦心情。也就是那时，他无意间伤害了娜娜。如今娜娜不再接受他的治愈魔法，说明布兰奇家族的隐秘已经曝光。斯婉劝娜娜在删除记忆之前，让她看看伤口。见娜娜始终未答应，斯婉仿佛自己的龌龊被人洞悉，他自暴自弃地朝娜娜大喊：“我们家族就是为了这个用途才存在的。”原来斯婉每天伤痕累累的原因便出自于此。随着娜娜的伤口转移到斯婉的身上，然后很快消失无踪。布兰奇家族的治愈魔法本质上是一种伤口转移的魔法，承担他人的痛苦，将伤口转嫁至己身，再利用治愈能力来给自己疗伤。因此，家族的继承人需要每天忍受折磨，以提升自身的治疗能力。若要拯救垂危的病人，那继承者必须在生死边缘进行无数次训练。斯婉拥有布兰奇家族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魔力，所以他比任何人更早进行了训练。看到娜娜似乎有些被深深震撼，斯婉表示有事要向他请教。在昏厥期间，你是否帮我增强了魔力？按理来说，魔力失控时他身上应该有许多伤痕，但此刻身上却很干净。从娜娜躲闪的眼神中，斯婉一下子就猜到了真相。前段时间娜娜利用斯婉的魔法时，研究了神秘的圣魔法。娜娜无语，斯婉连她的性别也难以分别，偏偏在这方面那么敏感。于是她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研发出了能够增强治愈效果的魔法阵，如果斯婉需要的话，自己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很高兴能够帮上斯婉的忙，渴望着娜娜。斯婉却陷入了困惑，一方面她很高兴有了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但另一方面她又感到恐惧，她担心与布兰奇家族产生纠葛会给娜娜带来伤害。斯婉犹豫是否删除娜娜的记忆，将她送回家，但她又觉得舍不得，只能装作不耐烦的态度劝告娜娜，以后不要过多表现同情心和多管闲事。娜娜见状，刚准备告辞，斯婉不想让她就这样离开，她从被窝里探出脑袋，请求娜娜等她入睡后再离开。面对娜娜的质疑，斯婉首次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她曾认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只能选择忍耐这条道路，然而娜娜的出现给了她撒娇的机会。娜娜简直难以置信，这还是她熟悉的那个斯婉吗？最终娜娜被斯婉的可爱攻势所征服，选择留了下来。她躺在床上询问斯婉，想知道如何哄她才肯入睡。斯婉开出的条件是一块魔法石唱一首摇篮曲的天价，然而娜娜的歌声却让斯婉怀疑她的声带是否受损。不久之后，娜娜自己先呼呼大睡过去，斯婉呆呆地望着娜娜安详的睡颜。她伸出手轻轻捏住娜娜的袖口，最终她仍然舍不得抹去娜娜的回忆。她不希望娜娜忘记与她共度的美好时光。